庚子国难之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把向日本学习定成了新政的国策。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当年那些清朝官员们是怎样成群结队东渡日本，去亲眼看看这个榜样的。我们呢，首先得承认，当时的中国从来没有组织过一个出国考察团。在张之洞、刘坤一，还有和他们持相同看法的日本官员，比如禁卫毒魔的严厉，保持开放、积极考察的心态，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张之洞和禁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新政的思路之一。真正出人意料的呢，是中国对日本态度的突然转变。中国向来瞧不起日本，觉得它是文化上的二流国家，而如今呢，却因为它展现的创新能力，一下子变成了中国要发展、可以学习的榜样。根据公元1901年到公元1906年出行报告，仅仅这几年就有500到1000名中国官员去过日本考察。考虑到很多情况下没有正式的报告留下来，那么从公元1901年到公元1911年赴日考察的官员人数最少也是这个数字的2倍之多。根据当时的报道，公元1901年5月，户部右侍郎纳同就去日本考察了财政和警察制度。6个月之后，朝廷呢又派他带团呢去了日本，为义和团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书记官山山兵以及其他的日本平民遇害的事件道歉。那么同样越来越多的是各种专业领域的考察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公元1905年和公元1908年2次呢派团去日本，专门了解明治宪法。这部在公元1889年公布、公元1890年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君主立宪的第一部宪法。随着清廷缓慢地从绝对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型，这部宪法就成了中国效仿的榜样。一般来说呢，考察团成员会在日本待上2到3个月，里边呢有些是地位很高的教育工作者和商人，另一些呢则是普通的教师或者农业技术人员。他们总的目的就是要亲眼观察一个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特别是日本普及的公共教育是怎么样培养出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才的。考察流程由日方安排，每位中方人员通常都被安排见同一批人。最典型的行程呢，就是访问各级各类的学校，有时间的话呢，再去参观监狱、警察局、工厂和银行。公元1903年，他们还被安排去参观了大阪劝业会。大阪劝业会就是一个小型的万国博览会，整个考察的过程呢，都是用中文交流的。负责安排这些考察流程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加纳治五郎。公元1902年的夏天，加纳得到了外务省的资助，前往中国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之中呢，他给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几十位中国官员讲授基本的教育和激励学生的方法。加纳呢也给来东京考察的中国人做同样的报告，并安排他们实地考察日本的学校。他的目的呢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深刻地意识到，在中国普及小学教育有多么紧迫，老师接受更多的职业培训有多么必要，以及在制定注重实用知识而不仅仅是人文知识的课程上有多么的重要。每位考察者呢，都还想见的另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是加纳的同事，学习院的女学部部长夏田歌子。他提倡了以良妻贤母为核心的现代亚洲式的女性教育。这个理念呢，来自甲午战争之前他在英国接受的2年家政教育培训。夏田为人高调，经常得到媒体的关注。他是帝国妇人协会的创办人、主要筹款人和发言人。这个协会呢是个游说团体，不仅呼吁设置亚洲式的现代课程，还提倡为那些准备进入20世纪新职场、收入不高的女性进行职业培训。当时他的书呢正在被翻译成中文。公元1900年的夏天，夏田还曾与孙中山会面，据说孙中山借机为自己的革命运动还筹了款。赴日考察的第一站通常是听取日本文部省的简报。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加纳志五郎是怎样综述日本教育30年发展状况的。先谈谈公元1872年，日本政府大胆决定从零开始创办全国性的男校和女校。到公元1893年，日本75%的学龄男生和40%的学龄女生都已经接受了4年的义务教育，入学率之高可以和当时的欧洲、美国相媲美。不过呢，像以上的这些具体数据，在赴日考察团的报告里一般呢不太会记录，这些报告也不会详细记述日本关于教育政策的辩论，尝试各种西方教育模式的先后的顺序，建立新大学的过程，聘用外国顾问的经验，以及其他所有共同促成20世纪初日本学校体系的因素。报告更多的是强调了日本教育改革的成果，而不是取得这些成果的艰难过程。报告的附录通常只包括现行学校系统的详细组织结构图、课程样本以及对文部省规划与管理功能的描述。晚清的这场赴日考察热规模很大，其背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官员们蜂拥而至，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看热闹容易，看门道难。他们到底从日本学会了哪些具体的东西？是只抄了日本学校的课程表和警察的制服样式，还是真的触及了制度变革的核心？下一次呢，我们就来详细拆解这些考察团到底从哪些方面深入学习了日本的改革经验。